朱元璋晚年颁布了皇明祖训，列出15个不争之国，其中就包括日本和越南。很多人都知道，朱棣时期曾远征越南，并改越南为交趾，将越南纳入中央版图。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实际上在万历年间，明朝也曾掀起过一场东征日本的讨论风潮。东征日本这一战略甚至得到了明朝高层的肯定，已进入最后的计划实施阶段，最后为何还是不了了之？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引出一个人物，他就是下课上的领军人物张居正的一生之敌，东林党阉党的老对手，万历党争第7届冠军，这党创始人沈一贯。万历24年6月，当时的内阁首辅赵志高因为册封日本的问题，开始多次请辞，至万历24年8月，共起辞6次，但都没有得到明神宗应允。到万历25年初，赵志高因封共议和失败遭到弹劾，继而再次请辞。此前一直保持与赵志高联名上书的沈一贯，眼看赵志高大势已去，开始寻找自己新的盟友，与次辅张卫交好结盟。张卫，万历朝内阁大学士，也是著名的学者、诗人。沈一贯和张卫在年少时便已相识，后来和张卫同朝为官，二人在政治立场上渐趋一致。万历朝鲜之役发生时，张卫进入内阁，后成为阁中次辅。当朝鲜前来求救之时，张卫认为此事应以防御倭寇入侵大明为主，不适合远征。但当朝廷出现议和之争时，张卫并没有站在与明神宗、首辅王锡爵和赵志高主张册封的立场上，而是反对与日本议和。册封日本失败后，张卫更是积极推销对日作战方案。沈一贯的主张与张卫接近，只不过一个职业政客是没有自己的战略主张的，职业政客只为他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沈一贯出于对自身政治前途的考虑，长期甘做赵志高等人的应声虫。但当册封失败，赵志高失势以后，则又掉头与张卫结盟，在朝廷上力推主战方案。赵志高失势后，张卫成为沈一贯在朝堂上最为亲密的盟友。在战争后期事关对日立场和御倭重臣的派遣上，沈一贯依然奉行保守稳健的行事原则，积极附和张卫的对日战略战策，深得张卫信赖。万历25年正月，日本丰臣秀吉派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率领10余万大军重返朝鲜战场。明朝最终在朝鲜使者前来求援与明廷主战呼声高涨的情况下，再次出兵救援朝鲜。同时，明朝面临着重大的困境，因为朝中的兵部尚书石兴和前线的蓟辽总督孙况都已被贬黜，到底该委派谁承担御倭重任是当时的一大难题。此时沈一贯附和次辅张卫联合向明神宗提议任命邢介为总督，萧大亨为兵部尚书，并启用守丧期间的杨浩。随后明神宗便下谕只让邢介以兵部尚书经略朝鲜，任杨浩为督察院右迁都御史经理朝鲜军务，由张卫、沈一贯推荐。邢介、杨浩临时受命，被启用为御倭将领。这也为后来的蔚山之役中，杨浩被丁英泰揭发，丁英泰弹劾张卫，沈一贯与邢介、杨浩互通埋下了伏笔。潜藏在此次远征背后的党争，从这里走向高潮。蔚山之役发生在万历朝鲜之役的再战阶段。万历25年12月，明军先行攻取了蔚山，获敌首级400余，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正欲尽数剿灭退守至蔚山之南岛山的残余倭寇时，当时的经理杨浩却没有抓住战机，使得明军大败而归。此次蔚山之役对日本而言是在朝期间最艰苦的一场战争，但对明朝而言却不仅仅是一场失败这么简单。这场谋之经年、倾海内全力和朝鲜通国之众的战役，结果却功亏一篑，举朝皆恨。正因为此战，明廷内部也发生了一场人事变动风暴。丁英泰在蔚山之役后上书揭发蔚山之役的败状，在奏书中首论杨浩等结党欺君，视罪张公，再论张卫、沈一贯交结边臣，服同欺弊，并将杨浩驳改阵亡兵马卷册、弄虚作假的事情一起上奏。同时，丁英泰还上书追论杨浩和张卫之间有苟合关系。给事中赵完毕，徐观澜也相继应和丁英泰，上书给万历皇帝，证明丁英泰所言属实。次辅张卫急了，连忙为自己辩解，但人一急就容易出错。张卫因书中有一句诚心一毫无愧，激怒了万历皇帝。此时沈一贯立即改变风向，主动向领导承认错误，
与张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得到了领导的赏识。最终张卫被革职，沈一贯被挽留，而赵志高已经在家养病很久了。沈一贯作为唯一在阁的内阁成员，成为实际上的首辅，也成为了万历朝鲜之役后期诸多事件的幕后推手。当时一牵涉此事的行介，在同年7月也上书引咎辞职，这条奏书亦是出自沈一贯的授意。沈一贯知道此事要以退为进，若强行辩解，只能使火势在自己身上越烧越大。沈一贯虽然在被弹劾的情况下逃过此劫，但仍向明神宗5次上书请求辞去辅臣之职，并且一再强调自己身体不好，还连死2个老婆，身心俱疲，不能胜任。沈一贯是有恃无恐，因为此时的内阁除了他就无人挑得起大梁了。果然他多少次辞职，万历就多少次下旨挽留。于是沈一贯继续留任，并掌握内阁的最高权力，同时也在张卫离阁之后，正式继承了张卫的人脉关系，势力更上一层楼。沈一贯与行介在蔚山之役事件中脱险而出，又有着共同的敌人，因此在张卫离职后，沈一贯与行介一拍而合，共同进退。而沈一贯在被丁英泰、徐观澜等人弹劾之后，也汲取了经验教训，处理事情更加谨慎，进一步培植自己的势力，扩大这党的影响力。在万历27年的春天，丁英泰再次上书弹劾刑部尚书萧大亨等人朋谋期网，经略行介等贿赂日本，有卖国嫌疑。这一次，沈一贯没有像上次那样慌张无措，而是表现出沉稳的一面。他首先向明神宗上书为萧大亨等人极力辩解，然后吹了好一通万历皇帝的马屁。同时沈一贯指使当时的监察御史于永清上书，指责丁英泰各种过分行勘的行为。行勘就是官员被弹劾后，监察部门介入对其进行调查，然后才能定罪，这调查取证的过程就叫行勘。刑部尚书萧大亨也在此时奏辩，说是丁英泰记恨他，才朝他泼脏水。接着沈一贯又分别上书弹劾丁学2人。沈一贯采用这种借刀杀人、先扬后抑的方法，果然达到了复仇的效果。万历27年杨镐官复原职，丁英泰则被罢免，徐观澜也被停职。对于这种结果，可以说以沈一贯为首的这党人士在万历朝鲜之役中大获全胜。沈一贯与行介除打击共同的政敌外，还在万历朝鲜之役后期里应外合，共同操纵着战争的走向。其中最突出的事件便是万历28年发生的战争后期议和之事。万历26年，明朝联军在四川之战中遭遇失败，当时的运倭总督行介、经理万世德就有了和谈之意。同年10月，明朝派遣使者在四川与日军将领导金义弘进行议和。行介建议让当时明朝将领毛国器派毛国科假称毛国器之弟作为人质前去倭营促成议和，但是行介因受之前丁英泰、徐观澜等人弹劾的影响，并未将此次议和之事上报朝廷，因此万历对此事并不知情。行介作为运倭总督，虽在战争中拥有极高的军事权力，但此事关系重大，行介应会与庙堂朝臣进行商议。而此时由于张卫倒台，在朝中地位极高、权力最大的就是与行介交好的沈一贯。沈一贯并没有将此事上报朝廷，并还向万历上书，为元朝3路军队请功。同年12月，沈一贯再次向明神宗上书报东倭平接帖，延吉釜山倭寇即将一扫而空。由此可见，沈一贯是想用前线捷报转移皇帝的注意力，隐瞒了议和之事。此事本可以瞒天过海，却在2年后意外被日本人捅了出来。战后，德川家康想和明朝恢复勘和事宜，因此于万历28年派遣鸟原宗安为使者，送还万历朝鲜之役中的人质毛国科。船只最终在浙江登陆。当时的浙江巡抚刘元林立即向万历奏报此事，说遇到了倭寇的船一只，船上划一个有若干人，其中有被派去日本的千总毛国科，如今被德川家康派人送了回来。万历诧异了，他竟然在战争结束2年后才知道朝鲜之役后期还有议和一事。而在战争期间任运倭总督的行介、经理万世德却在东窗事发后拒不承认，说是毛国科自作主张，要把毛国科抓起来论罪。行介、万世德深知，如果承认派人前往日本议和，那么之前丁英泰、徐观澜等大臣指控通倭的罪名就能成立，进而就能把沈一贯拉下水。此时毛国科已经坦白，
去日本和谈是奉万世德之命，但兵部在上奏中为其辩解，说他手上拿的檄文没有盖章，是伪造的，根本不能当作证据。虽然行介在战争后期暗中议和之事逐渐浮出水面，但由于此时战事已经结束，因此皇帝并不想将此事影响扩大，而是难得糊涂，不仅没有追究几人的罪行，也没有将此事彻查到底，并在事后仍对其论功行赏。万历这些年只是耍烂，又不是真的脑子不好，要是追究责任，他作为皇帝却对战事一无所知，误判情势，高低的写一份罪己诏。所以万历选择装傻，满朝公卿一起装傻，万事大吉。张卫被革职后，沈一贯作为唯一在阁的内阁辅臣，逐渐执掌万历朝政权，继续联络党同一气之人如行介、萧大亨、万世德等人，组成共同利益集团，打击丁英泰、徐观澜等异己。沈一贯借用万历朝鲜之意，最大程度上确保和强化其政治利益，其所领导的这党雏形也基本形成。可见万历朝鲜之意对沈一贯来说，无异于职业生涯的一大跳板。这场战争可以说明朝输了，也可以说日本输了，但沈一贯一定是赢的。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可以看到当时明帝国的精英阶层经过嘉靖朝长达40多年的洗礼后，已经劣币驱逐良币，满朝都是只为自己考虑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国家利益在集团和个人利益面前已经不重要了，前线的胜负、将士的浴血远没有党争重要。如此，帝国的衰亡已经是必然的了。